瑞士的冰河列车，这座舱太夸张了吧！哇塞，这边太漂亮了。刚才我们在饭店吃早餐，那吃完早餐我们就在公车站这边等公车。等一下我们要搭1号公车前往 St. Moritz 的火车站。我们的车来了，我们上车。现在我们抵达 St. Moritz 的火车站。哇，前面这一整片的湖结冰了，然后上面好像是在做一些工程，可能这边会有冰上的活动。这台就是冰河列车。冰河列车是瑞士最出名的火车路线之一，从 St. Moritz 出发到策马特，全程约290公里，车程是8个小时20分钟左右。途中会经过9站，一路上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，会通过291座桥。在冰河列车的广告中，最常出现的画面就是兰德瓦萨大桥。冰河列车的路线从海拔500公尺一路爬到最高的2000多公尺，所以沿途可以看到绿色的平原跟峡谷，也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阿尔卑斯山雪景。那今天这台列车呢，总共是2节2等舱，1节餐车，2节的头等舱，然后最前面是 Excellent Class。那我们趁现在火车还没发车，我们去参观一下2等舱内部。这个是2等舱，去参观一下。这个座位其实也是非常漂亮，两边都是4个位置。那感觉它的座位稍微小了一点，因为它2个座位中间这没有缝隙。那桌子呢，感觉头等舱好像稍微大了一点点，但一样非常漂亮。总之来说，内部除了座位大小，我觉得都跟头等舱差不多。这个就是1等舱，1等舱的座位配置就比较宽，它是2个1个的。那刚刚2等舱是2个2个。那前面那边是 Excellent Class， 就是顶级舱，头等舱之上还有一个顶级舱，就是沙发椅更厉害的。然后这边就是煮饭餐车的地方。好，我现在走去车头那边看一下。Excellent 舱它是一个，就是一个横排，总共只有2个座位，对，非常的大，哇，还有一个酒吧，超酷的。这 Excellent 舱的酒吧，哇，上面还有罗盘的造型，非常漂亮。然后最前面是我们的火车头，今天冰河列车的火车头，它前面还有一个盾牌。那我们的车厢是22号，我们就准备上车。哇塞，非常漂亮啊！这个座位配置，还有这个灯光和窗户，非常的漂亮。双人的座位的话就这样子，然后这边是4人座位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桌面上的东西，它会附这个耳机，就是待会在开车的时候它都会有解说。然后这个是清洁包，这个是冰河列车手册啊，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点了，超级高的轨道。头等舱座位中间有这个可以听解说的，这里可以选频道音量，然后中间有扶手。可以放下来，这扶手非常大，2等舱没有这么大的扶手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灯，桌灯，这边就是垃圾桶，打开里面是垃圾桶。那我们现在在首发站 St. Moritz， 然后终点站是策马特，但是我们今天不会到那边，我们在策马特的前一站 Brig 就下车。啊，这个耳机是这种耳塞式的，这种头的，所以如果你自己有这种头的，可以自己戴。我们现在就来开箱一下冰河列车的厕所，还挺不错的，空间很大。把它关起来，先洗个手，这水是不能喝的。这个冰河列车的洗手台比一般普通车的还要。最出名的兰德瓦萨大桥在 St. Moritz 跟库尔之间，我搭的车是从 St. Moritz 出发的，在4人座靠窗的位置可以直接看到桥的本体。在火车上看到现场的桥真的非常的壮观，但是冬天没有开放可以打开的窗户，所以拍照的时候就会有玻璃反光。过了兰德瓦萨大桥之后，感觉双人座那边的风景会比较好看一点。那不过等一下到了库尔之后呢，它会转向，会往那个方向前进。从库尔出发之后，就会看到
非常漂亮的莱茵河峡谷。这边是莱茵河的上游，所以这边的水是非常的清澈。因为火车要开8个小时，所以在网络上可以预定餐点。我们点的是3道菜的套餐，一个人是49块瑞士法郎。刚才我点了一杯可乐，然后可乐上面的图片是冰河列车最著名的这座桥的图片。蔬菜汤，这个汤里面有放了一些面包块。他刚才上了一个热的盘子，待会应该就是要上主餐了。里面有黄瓜、青椒、红椒，还有一些洋葱。那我们今天的主菜是意大利面、炖牛肉，还有青菜。那它的这个炖牛肉呢，我觉得味道中规中矩，它不会太老，但也没有说炖得很嫩，但是在火车上面算是好吃的。那它的这个意大利面条呢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有一点淡淡的奶油味，但是应该是要跟这个炖牛肉配在一起吃的。冰河列车的餐点味道中规中矩，但是配上后面的美景，拍照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菜都上完之后，我们车的厨房人员就会在中途下车，他们要到另外一台车，就是从策马特出发的那台车去帮他们服务午餐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海拔上升最快的路段，最高点会突破2000公尺。这一段路也是当天最漂亮的路段之一，因为前一天刚下过大雪，所以山上的积雪非常厚，大家看到都兴奋地站起来拍照。接下来火车也开到了最高点，海拔大约是2042公尺左右。过了制高点之后，火车也会停下来，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出去拍一拍照。那现在有一个下车拍照的时间，大约是10分钟。哇塞，这边太漂亮了！来到瑞士没有来搭冰河列车，不要说你来过阿尔卑斯山，这边实在是太美了。现在也有下着小雪。然后后面也有太阳，非常的漂亮。刚刚把这个火车上的饮料拿下来，边喝边看雪景。现在还在下雪。那刚才列车长已经吹哨子了，所以我们差不多该上车了。因为外面有太阳，再加上是雪景，所以一定要戴太阳眼镜，不然你的眼睛会太亮。接下来火车就会开始下山，因为这段路程非常的陡，刚好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山脚下的 Andermatt 小镇。做完了这一段，我的心得是，如果你想要拍上山的这一段，你想要拍比较好看的照片的话，你可能要预定单人座这边，因为单人座这边可以看到很厉害的风景。那在下山的时候，就从 St. Moritz 出发的话，下山的时候，那4人座那边可能会稍微比较好看一点，因为可以看到 Andermatt 小镇。那当然两边的风景都很美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选择的话，你只要订得到票就是最好的选择。从 Andermatt 到 Brig 这一段路程都是比较平缓的平原，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路上滑雪，感觉他们真的非常的快乐。途中也会穿过一些森林跟峡谷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会住在 Brig 小镇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搭到终点站策马特。那在我们下车之前呢，还拿到了一个冰河列车的纪念品小礼物。3项 activity: fire, mountain cart, trophy bike。世界最美的小镇，这个景又是另外一种震撼。